2011年3月11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侵袭日本，随之而来的巨大海啸更是造成惨重伤害。10多年过去，灾害带给日本的阴霾却尚未完全消散。为了处理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带来的污染，日本每天都必须在反应炉内注水冷却，产生140公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水。废水天天增加，却无处可去。渐渐的，日本政府面临和废水再也装不下的窘境。经过多重考量，政府决定请大海带走我的哀愁，让废水通通转身向大海走去。虽然日本政府宣称安全无虞，但日本渔民以及邻近国家却通通炸锅。究竟日本排放核废水真的那么可怕吗？其中存在了哪些疑虑？为什么日本要急着吐苦水？当年311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供电系统、冷却系统故障，反应炉温度飙高后引爆，导致辐射物质大量外泄，因而成为继车诺比核灾过后最严重的核电事故。直到今天为止，为了让反应炉内的燃料残骸保持稳定，福岛第一核电厂隶属的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每天都需持续注入大量水分冷却。这些用于冷却的水以及渗进反应炉内的雨水、地下水都含有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东电会利用净化装置去除污染水中大部分的辐射物质，形成多核重去除设备处理水。截至6月底，福岛第一核电厂内已经储存约134万吨含氚废水，足以填满500座奥运规模的游泳池。然而，厂内的储存容量仅约137万吨，目前已经使用98%，预计到明年2到6月间就会满槽。东电表示，为了保持炉内燃料稳定，并安全稳定地进行第一核电厂的停止作业，他们必须尽快释放储水空间。其实早在几年前，福岛县政府就曾成立专案小组，探讨处理含氚废水的方式，包括排入海洋、注入地层、电解后释放入大气等。考量成本、可操作性后，最终决定采用排入海的方案。日本政府也于2021年批准这项计划，并设下2年缓冲期，请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协助调查评估。根据东电的计划，他们会将含氚废水先利用大量海水稀释，使得排放水每公升的含氚量不到1500贝克，远低于日本规定限值的6万贝克，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允许的1万贝克。稀释后的水将集有一条海底管线，排放至1公里外的外海。预计需花30年左右才能将目前储存的含氚废水全数排放完毕。废水准备出匣，日本专家也说没问题。针对计划内容， IAEA 找来中国、韩国、俄国等11个国家的核安全专家，组成专案小组，在2年间进行5次审查，发表了6份技术报告。今年7月4日，IAEA 总干事格罗西在东京发布最终的安全评估报告，指出这项排放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且对人类环境的辐射影响微乎其微。获得 IAEA 许可后，日本政府迅速着手准备执行。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已完成对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排放设施的检查，并于7月7日发放验收和核证。排放的过程， IAEA 也将派遣专家前往监督，确保作业过程的辐射安全和资讯透明。氚水是什么？虽然有 IAEA 背书，不少人还是对核废水感到忧心忡忡。日本将废水排放入海，究竟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首先，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含氚废水。经过冷却处理，从反应炉流出的废水中存在许多危险、对人体有害的元素。不过，多数元素都可以透过目前的技术去除，但是其中有一种叫做氚的放射性元素，还无法透过任何方式消除。氚是氢的同位素，性质与氢相似，是一种自然界原本就存在的放射性元素。氚进入人体后，很快就会被身体代谢掉，并不会累积在体内，且氚的辐射能量不足以穿透人类的皮肤，因此被科学家认为对人体相对无害。有害无害，科学家看法出现分歧。学界对于氚的看法分歧，有些科学家认为氚带来的风险低，有些专家则认为长期接触氚对人体的影响尚不清楚。根据法新社报道，日本大分大
地辐射风险评估专家贾斐伦明受访时说明，控制排放核废水的浓度与分量很重要。虽然科学家普遍认为排放核废水对健康的影响微小，但不能说风险为零，这就是争议所在。美国科学人一篇2014年的文章则指出，如果在食用海鲜时摄入氚，很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加拿大核安全委员会也表示，食物中的氚与各类有机物质结合，在人体内停留的时间较长，对健康的风险也较高，大量食用可能提高罹癌几率。日本排放核废水，自家人怎么看？虽然有 IAEA 背书，排放核废水的做法仍引发日本国内外的反弹。根据朝日新闻于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有 51% 的受访者支持排放废水， 41% 则表示反对。福岛的渔民更是从最初就对这项计划表达强烈反对。福岛核灾发生后，许多国家都对福岛出产的海鲜实施进口限制，即使当地针对渔产采行严格的辐射检测，许多消费者仍选择避免食用福岛海鲜。当地渔业的产值难以恢复过往水平，一旦福岛第一核电厂开始排放废水，将再度重创当地海产的声誉。当地的渔业团体表示，这会摧毁他们10年来重建产业的努力。根据 CNN 报道，当地渔民表示，日本政府的作为让人感觉在没有完全得到我们同意的状况下做出了这个决定。此外，外界对东电的不信任也是导致反弹的主因。2011年福岛核灾发生不久，就曾传出核污染废水流入太平洋。然而东电一直到2013年才首度承认废水外泄。这次排放废水的计划也被认为透明度不足。致力于公民科学环境监测的国际组织 Safecast 的研究员布朗 I.B. 布朗表示，很多科学家认为目前可见的数据并不完整，整个过程的透明度还不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22日上午宣布，将从8月24日起排放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入海。岸田文雄说明，他已要求东电按照 IAEA 批准的计划，迅速做好排水准备，在天气允许的状况下，将于8月24日开始排放。2天前，岸田文雄就已前往福岛，除了视察废水排放的预备作业，也与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全渔联会长会面，寻求当地渔民的理解，并承诺会力保渔民们的生计与权益。会长坂本雅信则表示，全渔联对于排放废水仍持反对立场。不过透过专家的报告，政府的说明对于核处理水在科学上的安全性，我们正逐步加深理解。邻居们有什么想法？中国 IAEA 的报告不能作为通行证。日本邻近的中国同样表达了强烈抗议。中国海关总署直言， IAEA 的报告不能成为日本排放废水的通行证，并于7日宣布禁止福岛等10个县都的食品进口，对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也会严加检测，特别是水产类。南韩官方说没事，民众囤海产。南韩国务调整室长方文圭则表示，经过国务调整室的研究调查，日本排放的废水需花费10年才会回流至朝鲜半岛附近，经过海水稀释，水中的放射性物质约为正常时期均值的10万分之一，对南韩水域的影响可忽略无视。不过南韩民众却不这么想。根据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韩国 Gallup 6月底公布的一份调查，78%的受访民众对日本排放核处理水计划感到担忧，选择非常担忧的民众更高达62%，并且日本将于今夏开始排放废水的消息传出后，韩国国内出现一波海洋、海鲜、海草制品抢购潮，甚至有网友在 Twitter 上表示自己已经囤积3年份的海盐、海藻和体鱼。北韩将对人类及生态造成致命影响。除了中国与南韩，北韩国土环境保护省一名官员也在北韩中央通信社发表声明，指责 IAEA 的决议不公正。日本排放废水将对人类生命安全及生态环境造成致命的负面影响。太平洋岛国，我们有责任确保后代安全。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秘书长普纳 Henry Puna 也于今年1月表示对该计划严加关注，希望日本能与受影响国家有更多对话以达成共识。我们有责任确保后代子孙的安全。美国、纽西兰乐意接受 IAEA 的判断，
相反的，美国与纽西兰都对日本的计划表示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Matthew Miller 5日表示，美国乐于接受 IAEA 的审查结果，日本排放废水的计划奠基于科学且过程透明，并已被认证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纽西兰外长马胡塔纳纳亚马胡特则于10日表示，纽西兰政府对 IAEA 做出的排放建议有充分的信心，废水1年内就可能抵台，我们如何应对？身为日本的邻近国家，台湾同样可能受到日本排放废水影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研究员兼海洋能专题中心执行长吴朝荣分析，根据过去的追踪记录评估，福岛排出的川水最快会在1年内抵达台湾海域，浓度高峰则会大约会于排放4年后来到。对此，农业委员会渔业署副组长刘家珍于中央社的采访中指出，渔业署将会与原能会联手，加强在全国各地采样，检验渔获中的色、氚有没有超标。采样数量原先为1年500件，从今年起增加至3000件，且每季都会在官网上公告检验结果。此外，农委会水产试验所、海委会、原能会也在台湾周边海域设置107处水样监测站。刘家珍说明，如果检测到超标状况，会尽力阻止渔获上市，避免影响渔民、消费者。且渔业署会与过往数据比对，如果证实超标是因日本排放废水造成，将会以检测数据对日本求偿。您是否有更了解日本排放和废水入海的问题？您可以认同日本排放和废水吗？或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留言区讨论。